出来马上就看到巴士了，那现在就往瓦丁的方向去。从瓦丁车站的2楼，外面的天台向街景看，我觉得这个城市给我一种冷冷清清的感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潮。你可以看到商店的灯啊、行人啊、学生啊，还是都会走在路上。这个是我们刚刚进来 check in 的柜台，这空间其实以胶囊来讲不算小，那也有配置插座、镜子以及可以置物的地方，还有2个吊衣架。这个下面有可以上锁的挂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晚，虽然商店都在营业中，但是走在路上的行人比较少。但这些黄色的温暖的光还是灯火通明啊。他们现在结账都是用这种可以放这个硬币进去的方式。不好吃的就不要带了。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这个小小的，蛮浓郁的，健康一点，不要总是吃甜的。哇，这个好，果类，我觉得比刚刚的葡萄干好。看一下这边是它的这个2楼报到的地方。附近呢，转进来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公共空间，有厨房可以使用，也有许许多多的桌子啊、椅子啊，甚至还有充电的地方。这一条是高松中央商店街。早上，我现在出来想先吃个早餐，然后我要去寻找一下有卖吹球、清洁感光元件的店。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想请店员看看有没有办法清理我的相机的入程。实在很懊恼，这里没有福冈、京都啊、东京啊，他们上班日的时候人潮那么汹涌的状况。大谷翔平。在台湾超级红的，这是它的化妆品。找个地方吃早餐。这边10楼有一个小厨房，景观还特别的好，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这可能是要因应夏天的炎热，有个制冰机呢。我觉得高松真的不错虽然只还住了不到1天，但是我觉得它整个道路的规划很单纯啊，对观光客来讲很友善，很单纯。然后商店的一些种类不会很单一，不会说只有吃的，只有电器，只有杂货什么。蛮推荐去过
京都很多次，去过东京很多次，没有地方跑的，不妨来走走看高松。这是男的美容室，我想我预约一下好了。早上进去，下午出来会不会变成木村拓哉呢？想想还是算了。我刚刚进去找店员，跟他说明了我这一集的入城的情况，然后呢，他就给我了一些就是想法跟方案。那如果要整个相机做清理，不只含sensor的话，那日币大概是9900日元，换算成台币大约也要2000块。我想说就是整个给他清理吧，因为之前去这个海边呢，机身有受到一些损害，大概要等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先去吃个饭。这是麻油鸡口味的汉堡。好，要回来拿我的相机了。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书，包含了入城之前跟入城之后他们清洁完的样子，还蛮详细的，而且成果是很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做事很详细、很用心。但除了3300日元之外，其他清洁机身跟镜头的部分，我是觉得比较贵啊，好像没有很实际的需求。这一间 Second Street 里面的品项非常的多，各式各样都有。不是只有衣服，也不是只有一些配件包包，它还有很多电器、家具的部分。刚刚查询了一下，从这里坐巴士到莅林公园大概也要20分钟，那么走过去的时间再长一点。那我想我就走路了。看起来很热了，但是其实还好，有一些干燥。在贩卖机投了一罐 Ice Cocoa。好，走了好久，终于从购物中心走到这里来了。这一张是这个导览图，莅林公园的，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在地是在最下面那边，有一个红色字样的，整个园区非常的大。开门的时间是早上5点半，那打烊的时间是下午的6点半，还有一些时间。这个是它的说明，里面的点其实非常多啊。我这样走应该是走不完，我们简单的念一下简介啊。在被指定为国家特别名胜的文化财产庭院之中，面积最大的莅林公园以绿色的紫云山为背景，巧妙地配造了6个湖泊和13座假山。作为拥有近400年历史的江户初期环游式大名庭院莅林公园，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我看一下我手上这张导览图，中间有个小圈圈啊，就是右边是工商奖励馆，那就是我现在荧幕照到的前面那个小圈圈。那往左边就是我等一下要走的南庭环游路线，大概是要60分钟的时间。这棵树听说它原本呢自己已经死亡了，它是被旁边盘上去、缠上去的植物所覆盖，然后往上生长。这个北湖是在南华园中第2大的湖泊，它有2个岛屿，一个是前屿，一个是后屿。池里面有3种锦鲤，叫做玉三家，一个是红白，一个是大正3色，一个是昭和3色。这个瀑布呢是人造的，它是在江户时期建立的，目的是让这个长官、诸侯啊之类的人到这边来旅游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印象深刻。
这一座菊月亭还蛮有意思的，我们来念一下它的简介好了。它是作为这一座花园的最主要的中心点。它的名字呢是起源于想要激起我们对月亮美丽的这个影像。什么样的影像呢？它反映着南湖平静的表面，而且它是来自于唐朝的一首诗的句子。它是这么说的：当我玩起了一些池水，我的手中呢就承载着月亮。他叫我们往上走走，去看这边最好的风景。我的感觉莅林公园其实作为一个想要散散心、想要沉淀一下的人，一个人来其实还不错啦。走一走，然后天气不要那么热的时候，可能可以来思考一下，来放松一下，来chill一下。但是要作为一个让人家觉得哇的景点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一种程度还是要不得不夸赞一下，走在这么宁静的巷弄里面，真的是毫无声音偶尔就是一些下班族或者学生走过去的声音，有的呢骑脚踏车，几乎都没有任何噪音发出来，没有喇叭声，没有交通工具呼啸而过的声音看一下今晚的宵夜，吃个简单的冰淇淋，然后在药妆店买的特价的红茶花钻，就这样。早上来到高松市美术馆来看巨大机器人动画的相关的展览。这边有声音导览，右边的应该就是水树奈奈吧。看完了出来了，它其实主要是从1963年开始介绍这些巨大机器人动画的演变跟演进，一直到现在。
现在准备要离开高松，我要先搭往高松主港，再从那边再坐车到冈山去，大概要1个半小时的时间。